董事长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私底下叫爸就行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等到New Way宣布破产以后再告诉我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会处理好的。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现在做事怎么还跟你那会儿8岁的时候一模一样？喂，你看见我变形金刚没？没有。你藏什么？我看没什么。哦，还不就一个破陀螺嘛，你躲什么躲？装模作样！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告诉爸妈，否则要你好看。多吃点肉啊。遇到任何困难，从不向任何人求助，不需要你爸爸的帮忙。林月，爸爸确实亏欠你很多，但是你得给爸爸一个机会，来做出弥补啊！爸，我已经不是8岁时候那个我了。我现在遇到困难会自己解决。好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家人是用来相互依靠的。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，啊。来了，刚好最后一个菜。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么多年了都是我给你做饭，今天你亲自下厨请我吃饭。我这不是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天才厨师吗？绝了！这是什么？废纸而已。我就说嘛，我妹还是我妹，并不是突然变成了什么田螺姑娘。哎，我这是下血本了，给你准备这么多菜，想让你好好补补身体的。你吃这个，这是我炒的。这个太好吃了，你就炒这么一小盘儿，我不抠死你吗？别跟我抢了，你吃猪蹄。好呀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皆さん、我々たちの状況は会社移住をしばらく考えて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林总，日本这次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。您如果按照他们说的来的话，我们将会血本无归，毫无利益可言。趁火打劫，不趁现在更待何时啊？
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想好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说这种话。安心常说，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，就别把自己逼得太紧，把之前念头都清空掉，也许会有新的惊喜出现。我下去走走。好，那我在公司等您，您随时安排。你好，你好，要一杯热美式。热美式是吧？稍等。哎，小伙子，现在设计来做活动，给你女朋友带一套吧。不用了。哎呀，真的很好用的。你看我现在脸上皮肤之所以这么好，都是用了圣菊兰的水乳。你用300块钱就可以买到2000块钱产品的效果，真的很划算的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等等，别动。你拿我东西干什么？你都用完了，你不扔掉吗？用完了。你没看到里面还有这么多啊？这指甲盖这么点，也值得你这么操心啊？我说你啊，是真不知道柴米贵。这个又好用，而且是巨难买，当然要省着用啦。这么一点也能用好久。这什么牌子啊？我都没见过。PK2 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上面不是写着 KAI 吗？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小牌子，叫 KAI， 它呢就是能够做 PK2 的平价替代品。这都是商家的宣传手段，难不成你真的相信300块钱能够买到3000块钱的质量？我当然相信了，这是我自己做攻略海淘上来的，这是平价中的战斗机。海淘？唉，像我们这种秃头的贫困女孩，我怎么可能买得起 PK2 啊？那就只能去找一些能够代替 PK2 的一些平价的化妆品吧，反正都差不多。马上联系商推部，召开会议。林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汇总了近些年抢占大盘诸多市场的平价替代品。开始吧。我需要在1个小时之内和所有品牌商达成合作，宣传部门要做好随时更新物料的准备。明白。好，连线吧。Hello, Mr. Lin. It's my pleasure to cooperate with New Way. 顾董事长，您这次举办的购物狂欢庆是不是专门针对 New Way 的呢？这次狂欢庆我们筹备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我们顾氏集团把未来的发展重心放在了电商领域，而 New Way 是电商圈的后起之秀，所以两家的活动内容有相似之处，完全正常，根本不存在针对说。可是传闻说，您网站上上线的品牌都是之前跟 New Way 谈好合作的商家，只是半路被您截胡过来的。对此，您又作何回答？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都是传言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顾氏集团无论是在市场的影响力还是综合实力上，都是 New Way 所无法比拟的。这一点，明眼人心里都有数。而且品牌商在选择合作平台的时候，难免会有多方接洽的情况发生，然后则两目而起，这是市场规律使然，怎么能算是截胡呢？以后这家记者别让他进来。是的，爸爸。顾董事长，您对 New Way 的丢包事件怎么看呢？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 New Way 技术出了问题，请各位记者还是秉承着理智的状态去报道。别说了，这种情况你还替他打圆场？当然了，年轻人嘛，因为急功近利，犯一些低级错误，也在所难免。这一点，
我们不好多做评价。可是现在网上有人指控说丢包事件是顾氏集团的恶意炒作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一派胡言！我顾元朝驰骋商场几10年，向来光明磊落，我会做那种事吗？宁卫已经爆出了视频，据说这次的事件是您顾氏集团的成员所为。快走，宁卫接受采访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还是没处理干净。董事长，这绝不可能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们被捏在那小子手里了，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地步。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去给我倒杯水。这就是我要和您谈的生意。补剂加物流仓，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行业的事业，更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时机。投资New Way5个亿，您就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享有对凌霄的使用权。成交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我之所以愿意投资你这个潜力项目，那是因为你是我凌天的儿子。谢谢爸。好好干。拜拜。之前传言与宁卫合作的品牌商，现在都去了顾氏集团。您这次官宣的品牌又都是中端品牌，与之前凌氏集团宣传的高奢不符，这是受到了顾氏集团的冲击吗？没有人能够影响New Way的决策。这次的引进完全是基于当前消费趋势所做出的选择，开启下沉市场，也是未来New Way的一大重要战略走向。请问您就今天官博爆料的菜鸟驿站丢包事件的真相，这视频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官博的行为是在您的授权下进行爆料的吗？是谁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网民和买家的信任来搅乱市场？很快就会有答案。既然大家都问到了，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我们与公安部门的合作计划。为了更好地服务New Way的消费者，New Way旗下的快递柜监控系统将会升级，并与社区监控系统联网，为大家提供安全化的、免费的社区监控。您之所以选择今天公布视频一指顾氏集团，是为了要打压对方的狂欢庆活动吗？没错，你很懂，但提不上什么打压。我只是想还各位一个真相。那么New Way接下来还会和顾氏集团合作吗？您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请您回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请您回答一下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是什么？请您真的回答一下。亲爱的，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请您回答一下。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，请回答一下，请回答一下。周年庆的宣传物料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岳哥哥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什么杀伤力武器，你不用每次看到我都躲着我吧？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你和我爸爸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该道歉的人不应该是你，你我都知道，驿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技术漏洞。该道歉的人是在背后不怀好意的人。这件事情是我爸爸做错了，能不能放顾氏一马？抱歉，按时间来算的话，现在法院的传票已经到顾董事长手上。传票？岳哥哥，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？这个应该顾小姐去问顾董事长吧。对不起，今天打扰您了。让法务那边随时准备跟进。好。对于
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 New Way 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 ，New Way 已经提出了上诉。该公司要求顾氏给予公开道歉以及相关赔款。令人惊讶的是 ，New Way 要求的赔偿金不过是区1元人民币。顾小姐还好吗？事情曝光之后，顾小姐一直在家里。据说顾小姐亲自找过林月总求情，但林月总一直没有改变主意。现在估计顾小姐心情不是很好。二哥怎么能这样？哎，林总，您去哪儿啊？现在顾家正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呢。您现在过去，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这样。哎，不是你哪媒体的呀？先来后到，知道吗？你后边排队去。好嘞。啊，多哥大哥，这么多人围堵在这干嘛呢？当然是在蹲顾元朝最新道歉声明。这老牌企业跟一个后起新秀道歉，这肯定是一个爆炸性新闻。况且这顾家还有一个网红顾小姐呢，网友们都一直关注她的动态。毕竟啊，她不是跟那个New Way有点什么嘛，是吧？不是，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做我们这行的得眼观四方，这些小八卦你也得关注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你一边玩去吧，要学啊，你找你师傅去。好吧。对呀。我去！谁呀？看到谁了？心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接你。来，小心点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都被你看见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。不过小时候你是为了逃课才爬墙，今天怎么了？还穿这么美？我什么时候？心儿姐姐，你小点声，人都被你喊过来了。今天的事就当没看见，听到没？不然我有你好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我哥他们下课呢。行，那你走吧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还记得？对我而言，你哪件事是小事？我就想找个地方可以静一静。不过现在这个时候，不是待在家里避嫌会好一点吗？你去不去啊？不去我走了。我的公主，请。对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 New Way 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，没看出来是这样啊！顾氏太过分了吧！真是峰回路转啊！听说顾杏儿家里出事儿了，都公开承认毁坏 New Way 的名誉了。我知道啊，他爸真是太狠了，真是坑女儿专业户呢。主要 New Way 总裁也是够牛的，居然让人赔1块钱。哎，New Way 的总裁也太绝了吧！这不明摆着羞辱人了。哎，今天晚上 KI 要在 New Way 开售了啊 ？KI 在国内也有卖的吗 ？KI 开售啊，快下单啊！可是我还没做好攻略呢。哎，快给我看看你的购物车。
那。在看什么呢？都不理我。别烦我，我忙着加购物车呢。哇！太好了！才短短的3分钟，销量就突破1亿了！林总呢？我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林总早就不在公司了啊！哎，想必他早就知道我们这次能大获全胜了。果然，你老板还是你老板。林总，怎么了？安心小姐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她家找过了吗？都找过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林总，你接下来采访了。林总，林总，顾安生，顾安生，你在家吗？快拍！林少爷，你是来炫耀的吗？伯母，我来找顾安生。安生不在，以后也请你不要到我们家来了，顾家不欢迎你。安心呢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我问你，安心呢？你觉得我还会给你再伤害他的机会吗？你说什么醉话呢？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安心是被你逼走的，你逼走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您已订购第7190次前往清河镇。你要走，是因为凌月吗？我跟他的相遇原本就是一场意外。您老实的告诉我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、黑社会、违法乱纪，然后躲在我家怕别人发现你？我再也不赶你走了，你听到了没啊？听到了。我本来想，如果他一直留在我身边，其实也挺开心的。直到那天，他出现在生日宴上，来到我的面前。正式介绍一下，凌月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我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不会因为流落街头而吃不上饭，不用纠结杀虫剂的性价比，也不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巴。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我们根本不会有交集。他现在出了事，
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？你的喜欢，对他来说，就是一种累赘。仙儿说的话或许是对的，我对于他来说，也许是个负担吧。所以，我想暂时离开这里。也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。安心。喂，悠悠。喂，安心，你快看看微博吧，上面都说New Way公司危机，林月都急劳陈吉进医院了，你没有收到消息吗？我知道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哥，林月她好像不太舒服，去医院了，我要去看看她，我先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我知道，对你来说，我一直是哥哥，但哥哥这个身份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勇敢，我也会不知所措，我也会害怕，我也会受伤。可是只要我知道你在我身后，只要我知道你还需要我，我就什么都能做。保护你，对你好，看你笑，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。可我现在只能看着你，因为另外一个人受伤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安心，我可以守护你一辈子。不要再去找他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了。我们都冷静一下吧，我走了。陪着你走过黑夜的长街。林总，今天的新闻影响大吗？上了一阵热搜，我已经找人撤下来了。不过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。日本人那边怎么样了？安排了明天上午您跟他的会议。回公司准备一下。林总，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回公司。文茜，真的决定退出吗？我现在画不出什么东西。
不想拖累工作室。是这样啊，您和库曼呢，一开始是因为你才存在，所以我们相信你，也要相信你自己。你说要退出的话，就当没听过，给自己放个假，等你回来。哥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我和你都需要一段时间静静。妈妈的忌日也快到了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不用来找我了，也不要告诉林月。再见了，哥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不会离开。林月，怎么了？舍不得我？忘记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把支付宝账号发给我吧。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？你就发给我，我一点一点还。林月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许愿望就会一定成功，我们许愿吧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笨蛋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听女朋友的。那好，希望安心永远健康快乐，无忧无虑。希望他能一直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，不被伤害。希望我们携手走过漫长的四季，一辈子都不要分开。人有消息了吗？抱歉，林总，还没有。喝一口吧。人不是还没找到吗？你现在不吃不喝，到时候人找到了，你饿死了病死了，安心不得伤心难过呀？这才对嘛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才能活着等到安心回来。
我给你摘个月亮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月亮是摘不了的。摘得了，相信妈妈，我摘给你看。有什么事吗？不邀请我进去坐一会儿吗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蛋糕。月哥哥，你瘦了。你有话直说。你还在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我气吧？对不起，但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你，我真的很无奈。始作俑者是顾元朝，和你没关系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医药箱在哪儿啊？我自己来。
你不是说不生我的气吗？为什么对我还这么冷漠？现在安心都不在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隔阂呀？你怎么知道安心不在了？我听我哥说的。顾安生有没有说他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问？安心出事了吗？顾小姐要没别的事的话，就请回吧。薛哥哥，没事就早点回去吧。等等，你把这个拿回去吧。薛哥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他……抱歉，我不吃别人做的东西。我只是别人吗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真的不想吃，就扔了吧。杏儿，你怎么？丽蓉告诉我，你来找二哥了。这个理由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怪他，是我一直缠着他，让他告诉我你的消息。杏儿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二哥欺负你了？他能对我做什么呀？他心里满是那个人。杏儿，你能不能放下二哥？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。我当然明白，杏儿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相信我。你想怎么保护我呀？气势倒是挺足的，被女孩一碰耳朵，脸就这么红了。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。天气有点热，是天气太热了吗？
我订最近一班的高铁去清河镇。开快一点。好。糖葫芦嘞！糖葫芦嘞！卖糖葫芦嘞！卖糖葫芦嘞！你有看到这个女孩吗？哦，她往东边去了。走了。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命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安心。我找错地方了，您知道11栋在哪里吗？前面左拐就到了。谢谢阿姨。你醒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来，听话。把药喝了。救命！要听阿姨的话，不要叫，不然阿姨可是会惩罚你的。长得可真水灵啊，价钱应该差不到哪里去。听话，把药喝了。你就算想死，也得等到明天卖个好价钱以后才能死。喝了。他都说了不喝，你为什么要强迫他？多管闲事，这是退烧药。你没事吧？好痛。谢谢你。你为什么不想喝药？我要是喝了，他会马上把我卖给别人的，我就再也回不来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把那块碗捡起来。
喝。明天老地方，我这还有个6、7岁的姑娘，细皮嫩肉，特别水灵。明天要不要一起打包药了？行，见面说。他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去那个房间。怎么办呢？还有钥匙，就算我们逃出去，也会被他抓到的。怎么办？走。小兔崽子。小朋友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的脚流血了。没事儿。我叫圆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毛豆。小毛豆，你救了我。你想我怎么报答你？哎，我肚子好饿，想不出来。那随便想一个。有啦。那个电视里说这个叫占便宜，现在我占了你便宜，我们扯平了，可以了吧？小朋友，我们带你回警局，等你家人来接你啊。小毛豆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？明明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对吧？
圆圆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谁的？你怎么藏得这么深啊？你说呢？你画漫画啊？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画。我就是送快递的，你随便坐，我给你收拾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是故意要和你接近的吧？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的确有所怀疑，但是我的疑心早就被你的天真给打消掉了。所以，腿伤也是假的，失忆也是假的。腿伤是真的。失忆是假的。你要生气的话就打我吧。本来是很生气的，也是很想打你的。不过，我就这么一点点生气的小火苗，已经被层层震惊给扑灭了。你要是去当演员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拿奥斯卡。那如果一开始什么都告诉你，那不是会被当成疯子给赶出家门啊？会赶出家门，而且还会得到一顿胖揍。你想怎么教训我都行，只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就好。即使我总是在你成功的道路上让你裹足不前，你也不会离开我吗？上次5%的事情也是，这次顾氏集团的事情也是，我才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不是我的问题，你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一个人在漆黑又寒冷的路上一直走，幸好有你为我点了一根火柴，这远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了？以后我就是你的火柴。你之前说做牛，还做吗？做什么都可以。有了，那就让我再占你一次便宜吧。上面有好多名字啊！怎么了？咱们换条路走吧。为什么要换条路走啊？这条路离市场最近啊，走吧。多走路对身体好。什么对身体好啊？阿信，你先跑吧。往哪跑啊？
把我摸一下。不用。摸下头。诶，它不会咬你，那很小一只。那。别。还摸一下。别。握个手。不。害怕是吧？摸一下。别。你说一只大狗你怕就算了，这么小的狗你都怕？那不叫害怕，那叫谨慎。宠物身上会携带很多种病菌，会引起过敏的。是啊，你对什么都容易过敏。我对你不过敏不就好了？太阳真好，睡会儿吧。说来也奇怪，这里也不大，我们竟然一次都没有遇到过。最终能遇到就好，我会把我们错过的时间都补回来。那得把生活过得慢一点，不然时间怎么够呢？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。原来站在十字路口的不是他，而是犹豫不决的我。穿过周后的等待，美丽的意外，一不小心见到的是爱。水果洗好了。这么多啊？快吃吧。你家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啊？哦，你不要拍我。你这画的是什么？给你看，画完再给你看。安心。妈妈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是你爸爸。这没什么可看的。下楼吃饭。怎么了，安心？你想起什么了吗？我好像想起，我妈妈把录像带放在哪里了。录像带常年受潮损坏了，你别急，阿姨肯定留了别的东西。
海心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怎么受伤了？这附近也没有宠物医院。等着，我现在给你找医生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你伤哪儿了？你让我看一看呀！我没事儿。是他受伤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来看看吧。嗯，给。他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吧，就是皮外伤。至于有没有内部器官损伤，就要专业的仪器来测量了。应该很疼吧？难得见你这么温柔，你也喜欢猫啊？哦，我只是看见它这么脆弱无助的样子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遇见了林总。他也很幸运啊，他遇见了你。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。至少你身边有我，还有凌月安心。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的。还好他没什么事儿，应该过2天就好了。我们到时候要不要给他找个主人啊？要不然你来养吧。我肯定不行，我工作太忙了，万一没照顾好他。这不有我呢吗？对吧？我们可以定期交换。你有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把他送来我家；我有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把他
送到你家，这样他就不会孤独了。也好。还有2个小时我就要给他换药了，今天我就抱着他睡，好不好呀？他还没有名字呢。你和他这么有缘，要不然就叫小爱吧。好。啊。家里还有微醺，那悠悠，感谢。来上来。哎，你们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赶紧说，我着急出门啊。我们这次来找你是为了商推的事情，这次你王者归来，涅槃重生，没好好大干一场。我跟你说，赵磊他已经……是啊，这个夸奖的话就不用再说了啊。我已经为我们即将上线的《一不小心捡到王爷》制定了完美的营销计划。他只要一上线，他绝对就是热榜第一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细聊的事儿等我回来再说，我现在真的要出门了，你们就在家待着就行啊，该喝喝，该玩玩啊。我先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就这样就走了？也不知道忙什么去。还挺好喝的，橘子味儿。你的嗓子发炎？疼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我也就80、90。多少？100来斤。哎，是，120也100来斤。不是赵磊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哎呀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你别说啊，安心这家里虽然看着不豪华，还真有那个复古那个风味。赵磊，你真把这当自己家？我这叫有一双充分发现美的眼睛。就这个褐色的落叶啊，还真有秋意浓的那个感觉。我有受震。你说什么？褐色落叶？对啊。可这落叶明明是红色啊。红色啊，是，我也想说是红色来着。难道？哦，我色弱。怎么会？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啊。就还好吧，因为小时候外伤感染引发了视网膜病变，从那之后就挺难分辨颜色了。不过我觉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我相信治好我的眼睛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你才喜欢看到什么好看的都把它拍下来，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很美的，五彩斑斓的，所以我觉得镜头就是我的眼睛，它可以替我看，还可以替我保存这些美景。你好。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啊？我每次还怪你颜色用的不对。是不是被我乐观的心态打动了？嗨，不要太崇拜我。自恋鬼。不过我觉得色弱并不是缺陷。你虽然看不到原本的颜色，但是你用的颜色比别人更夸张，更有神秘张力。谢谢。来。给你轻轻弹，好喝。哎，元畅，天气凉了，要不把暖气开起来？不服老真是不行喽。往年这个气候，我光着膀子都没事儿，现在倒好，穿多少都没用。哎呀，你看你呀，
人老了是很正常的，你就是不服老。后生可畏啊！我这个老头子，快被拍死在沙滩上。什么死不死的，我还跟你长长久久呢。这些年也多亏一直有你在我身边，该把安生叫过来了。天下是年轻人的，公司吃的交给他和杏儿了。那董事长，安心小姐来了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安心来了，快进来坐吧。有什么想吃的，我让阿姨去做。不用了，恒姨。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想问董事长一些事情。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？叫爸爸。她不愿意叫就随她便吧。我又不缺了这么一个女儿。元朝。所以当年把我丢给别人寄养的人是你？没错。要不是因为你妈妈过世，我念及往日旧情，根本就不会把你接回。你凭什么怀疑他？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凭据。你那个温柔善良的妈妈没跟你说过吧？你一生下来我就做了亲子鉴定，那根本就不是我顾元朝的女儿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我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？玛利亚第一医院。这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。安心。我想说，当年你把我从我妈身边夺走的时候，我妈就已经疯了。是你亲手把她推下了阳台，你是她死亡的刽子手。你给我出去，滚出去！怎么了？别气了。不对啊，师傅，我不是去玛利亚第一医院吗？这就是啊。这只是一片空地啊。是，以前是玛利亚医院，后来医院倒闭了，现在是商贸城。扫一扫，200。200，没有开这么久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小姑娘，你想赖账？干嘛呀？你们3个一伙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想坐霸王车，小心我告诉你。走。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？你明知道目的地不存在，还诱导顾客上车，这已经违反了消费法。我随时欢迎你来告我。没事儿的，医院的线索断了。你放心，艾丽会去帮你查的。交给我吧，安心小姐。麻烦你了，艾丽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那台手机一直接不到电话，换一台吧，我给你买了一个新的。你又浪费钱，我那手机挺好的，它只是偶尔有点卡而已，我不用你退了吧？拿着吧。那用这个，我看我这个手机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你看，有了这个定位系统，只要连了网，我就能随时找到你，你也可以找到我。你这个软件不会有什么摄像的功能吧？就是我洗澡也能看得到的那种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怎么早没有想到？你不要再偷偷跑掉了，不然我真的会考虑把你给绑起来的，就像许悠悠说那样。安心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情啊？最近到我家住几天吧。让我陪陪你，等你心情好一点了，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，再搬回去行吗？你是把我当成小狗了吗？还要把我拴起来？要不要给你配套绳子啊？从雨中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。